1944年6月6日，历史上最大的2期登陆战爆发，诺曼底注定被历史所记载。但让人疑惑的是，诺曼底登陆的优势方并不在盟军，德军在防守方依托大西洋壁垒，怎么看都会让盟军吃一次大亏，但现实却给了德国狠狠一耳光。那么诺曼底登陆，德军为何会惨败？如果想要反败为胜，德军又要怎么做呢？从历史的结局上来看，诺曼底登陆似乎是德国一边倒的失败，盟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抢滩登陆，并且有效组织进攻，最终让德军固守滩头的愿望破灭。其实并非如此。从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，德军确实不占据优势。盟军为了开辟欧洲战场，经过了长期的2期登陆作战准备后，这才发动了诺曼底登陆。负责参加登陆作战的部队就有36个师，288万人，其中第一登陆梯队有5个陆军师，3个空降师，共17.6万人。除了人数外，还有随行保障舰船5000余艘，飞机1万余架，并且除了第一登陆梯队外，陆军还有18个步兵师、10个装甲师、3个伞兵师，编为4个集团军，进行后续的登陆作战。然而反观德军方面，德军西线兵力共编为2个集团军群，总兵力有58个师，共计66万人。但是这里要知道的是，这58个师当中，大多数是机动能力较差的海防师，这就占据了有33个师，剩下的是步兵师15个，装甲师8个，伞兵师2个。这是德军在整个西线的兵力，并且要知道的是，这并非是诺曼底地区的兵力。当时德军在诺曼底地区只有6个师，其中还有3个是战斗力较弱的海防师。从人数对比上，德军就不占优势。虽然隆美尔从意大利被调到西线时，就着重进行海防建设，在每一个可能登陆的作战区域进行重点防守。为此，他用铁三脚架、锯齿构架、粗木桩来抵挡盟军坦克，并且在海域布置了大量水雷以及地雷。在正式登陆前，海岸线上已经埋有几十万颗地雷，但是这些准备完全没有盟军充分。在战役开始前，盟军的扫雷艇就开始为舰队排除障碍。海岸边正在执勤的德军很快便发现盟军战舰开赴诺曼底地区，并且快速进行战争准备。但面对盟军突如其来的舰炮打击，战争刚一开始，德军阵地上就已经是一片火海。那些没有构筑完的要塞，在飞机和舰炮的轰炸之下，成为了一片废墟。在连番轰炸之下，盟军抢滩登陆作战已经算是减少了非常多的伤亡。但即便如此，盟军还是低估了德军反抗的决心。随着登陆舰逐渐靠岸，德军开始对登陆舰进行还击，德军火焰喷射器、机枪、大炮都开始对登陆舰美军实行打击。在登陆中，大量美军在登陆舰刚刚靠近海滩，准备要冲锋时，就被机枪打死的场面并不少见。拯救大兵瑞恩电影中就曾出现过这一场面，现实中比这要更惨烈，甚至德军中还诞生了一位让人闻风丧胆的杀手。诺曼底登陆战前夕无疑是最残酷的，盟军想要前进一步都必须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德军的反击实在是太过激烈了，机枪吐出的火舌如同死神的镰刀一般收割着盟军士兵的生命。在一览无遗的滩头，盟军士兵几乎是避无可避，在海滩上只有德军放置阻挡坦克和登陆舰障碍物可以挡一下。几个小时内，盟军的进攻都无法在滩头组织开来。甚至在此期间，德军奥马哈海滩德军碉堡内20岁士兵海恩·塞佛罗还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记录，在他的枪口下就有4184名美军中枪倒地，甚至其中1亿多半人都是他杀死的。因此，塞弗罗还被冠上了奥马哈野兽的称号。虽然这个数据确实有待考证，真实性有所不足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当时德军在滩头的抵抗是非常激烈且坚决的。盟军在惨烈的抢滩登陆作战下，只能被迫向后方呼叫增援。但由于天气原因，支援部队迟迟无法到达，而德军也想抓住这一时间进行紧急增援，双方都在争抢最后的一点时间。但是最终破局的还是在滩头浴血奋战的盟军。相比于飞机大炮的支援，滩头前的铁丝网地雷始终是盟军抢滩的困难点。但盟军悍不畏死的作战精神，依靠着肉体炸破铁丝网，然后排雷攀岩，一步步打开了德军缺口，靠着催泪弹、手雷等原始武器拔掉敌人据点，就这样一点点的抵近，直到盟军支援赶到，胜利的天平逐渐开始倾斜。
此时的德军依旧依靠要塞顽强地抵抗盟军强大攻势，但随着盟军的火力人员逐渐支援到位，德军压力变得越来越大。后方由于法国境内大部分铁路都遭到毁灭性破坏，导致部队机动性差，很难在有限时间内赶到预定地点。德军终于撑不住了。此时的盟军无论是火力还是各个方面，都是德军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。没有支援能力，海防式的作战能力又非常有限，天上没有飞机支援，地下坦克因师长不在无法调动，海上由于海军本就劣势，根本无法和盟军相提并论。最终5个滩头1天内被盟军悉数占领。除在依靠堡垒打击抢滩盟军士兵外，德军并没有进行抵抗。这一战，盟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盟军一共部署了287万人，4.5万人阵亡，17万人受伤或失踪，但换来的却是巴黎的解放。我们可以看出，之所以可以让盟军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，可见德军的战斗力还是在线的。即使没有火力支援，滩头的德军表现不可谓不精彩。那么，这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问题：为什么德军败得如此彻底？德军的支援为什么来得这么慢？而这就是德军自身的大意带来的。在战争开始之前，隆美尔认为盟军不可能发动进攻，在战争刚开始时，甚至还在家人身边陪妻子过生日。诺曼底地区各个高级军官一部分还去巴黎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，前线没有高级军官，甚至连坦克都无法调动。其次，盟军的战略计划确实成熟，在前期就麻痹了德军的神经，让其认为抢滩登陆地区在加莱，而德军高层对此深信不疑。除了加莱距离英国最近外，更重要的是加莱地区还部署了大量V1火箭，这也让德军对盟军的作战方向在加莱而深信不疑，认为盟军一定会破坏这些武器基地。这也是为什么诺曼底地区只有6个师的主要原因，这才导致了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失败。那么，如果历史重演，德军如何才能在诺曼底战役中反败为胜呢？德军和盟军对诺曼底登陆战的准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历史重来一遍，除非德国高层有穿越者，否则结局几乎是一致的。因为诺曼底登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，盟军从一开始透露出的作战方向就是在加莱地区，并且这个骗局的持续时间以及耗费的精力非常大。从一开始，盟军就做好了保密工作。众所周知，盟军里头都是大嘴巴。当年德军情报网牛到盟军的动向一清二楚。柏林有一个音乐主持人，他经常在节目中用流利的英语对美军隔空喊话：奥尔德本的第101空降师506团的官兵们，你们好，希望你们上周末去伦敦的旅途愉快。顺便提醒一下，请告诉城里的官员，教堂的大钟满了3分钟。这或许是传言，但是从侧面说出了德军在情报战上也是有一套的。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担任领导后，几乎直接杜绝了这个现象，严肃纪律。就连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好友，时任第9航空队的补给军官，当年大嘴巴说漏了嘴，泄露盟军登陆作战机密，直接就让艾森豪威尔遣送回了国，并且直接断送了仕途。自此开始，盟军言行非常谨慎，军情也极少出现泄露。另外，为了迷惑德军，更是造出了大量假情报和假信息。为了让这些信息更加真实，盟军在德国的间谍主动不慎落网，随后一点点吐露假情报。说白了，这些人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，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回来。并且盟军将抓获的德国间谍培养成了双面间谍，专门为德国提供假情报，甚至为了让这些人再次获得德国信任，直接让他们点了好几座军火库，这都是下了大量血本的。最终这些双面间谍才成功取得德国信任。德国在这些假情报当中一点点得出了这么几个关键结论：一是盟军不会在6月上旬登陆；二是盟军登陆的地点在加莱海岸，并且更离谱的是，这些双面间谍在盟军刚刚抢占滩头，德军已经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，硬是提供了一份假情报，说明诺曼底只是幌子，是用来牵制德国主力，真正登陆的地点还是加莱。德军信以为真，加莱地区的守军根本不敢动，最终诺曼底德军坚持不住，导致了整场战役的失败。可见，如果重新来过，德国如果没有穿越者，根本无法识破盟军的策略。说到底，东线战役太过焦灼，德国的兵力已经难以支撑。现如今西线再起战事，如此长的海岸线，德军根本没有那么多兵力去固守，只能坚守重点地区。但由于盟军不断的欺骗，牵制住了德军主力，最终脆弱的诺曼底彻底暴露在了盟军的眼前。
而德军唯一能反败为胜的时间点，就只有诺曼底刚刚开战，盟军被死死压制在滩头的那一刻。无论是盟军还是德军，谁的支援先到，谁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。德军将盟军推入大海，也并非是不可能的。可惜此时的高级军官都在巴黎过着美好的周末，前线战士浴血奋战，都抵不过手中鲜红的美酒，德军岂能不败？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二战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